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肖战杨紫改名换代表作《余生》被删引热议，真相藏在哪？2025年8月13号那天，肖战把微博名给改了，从变成了肖战。就这么一个小动作，网上直接炸锅了，热搜榜直接被这事儿霸屏，评论区刷的那叫一个快。更让人琢磨的是，他微博简介里的代表作也变了，《藏海传》梦中的那片海、陈情令这3部留下了，唯独把《余生》请多指教给删了。这操作一出来，网友们可就闲不住了，各种猜测跟雨后春笋似的冒出来。今儿咱就掰开揉碎了聊聊，看看这背后到底有啥说道。先说说改名这事儿，老粉都知道，肖战刚出道那会儿是跟着 X9 少年团混的，这名字就跟那会儿的工牌似的，走到哪儿都带着。可现在不一样了啊，这几年他一部接一部拍戏，早就不是当年那个靠团体活动刷脸的小透明了。你就想啊，陈情令当年多火，魏无羡那个角色，多少人现在还能随口说出几句台词。后来的梦中的那片海、藏海传，哪部不是口碑收视双丰收？现在把名字改成肖战，这不就是明摆着告诉大家，我现在是独立演员肖战了，不再是那个团体里的小老弟了。这就跟咱们换了个更工作，总得把名片上的头衔更新一下一个道理。再说说代表作这事儿，为啥偏偏把《余生》请多指教给删了？咱先看留下的这3部，《陈情令》不用多说，直接把他送上顶流的神作《梦中的那片海》里的肖春生，把那个年代的愣头青演活了，多少观众看的时候跟着掉眼泪。《藏海传》更别提了，还没播呢，预约都排到姥姥家去了，光看预告片就知道，又是一部能扛打的作品。这3部有个共同点，都是他当一番主演的。啥叫一番？就是整部剧他是绝对核心，从戏份到号召力都是扛大旗的那种。这种作品就跟学生时代拿的全校第1奖状似的，肯定的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啊。那余生，请多指教呢？说实话，当时播的时候热度也挺高，收视率蹭蹭往上涨。但你细想啊，这部是他跟杨紫一起主演的，算不上他一个人挑大梁。在娱乐圈，一番和二番的区别可大了去了，资源、关注度都不在一个量级上。现在肖战想突出个人发展，肯定的把最能打的作品摆出来，这么一看，删余生好像也说得过去。而且啊，余生虽然火，但跟陈情令比起来，影响力还是差点意思。陈情令不光国内火，国外粉丝都追着看，周边都卖脱销了，这种出圈的劲儿可不是一般剧能比的。余生呢，看的人大多是粉丝和小姑娘，受众面窄了点。就跟咱找工作写简历似的，肯定把最拿得出手的经历写上，那些虽然不错但不够硬核的，自然就得往后靠。肖战这波操作估计也是这心思。还有个事儿可能大伙没留意，余生是他跟杨紫唯一合作的剧，这俩人都是顶流啊，当初剧一播，多少人瞎磕 CP， 绯闻转得满天飞。虽然俩人都没承认过，但架不住网友脑洞大啊。现在把这部从代表作里删掉，说不定就是想少点麻烦。你想啊，肖战现在正是事业上升期，肯定不想被这些闲言碎语绊住脚。删掉这部剧，就能少点捆绑营销的猜测，让大家多看他的戏，他的演技，而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八卦。这就跟咱上班的时候，不想让同事总念叨自己的私事一个样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人要杠了，难道余生就不好吗？倒也不是，这部剧本身还行，剧情甜滋滋的，肖战演的顾魏也挺招人稀罕。但就像咱前面说的，肖战现在这个阶段
需要更能体现自己实力的作品来铺路。娱乐圈更新多快啊！你不往前跑，后面一堆人等着把你超了。不及时调整定位，很容易就被淘汰了。肖战这一步其实是把自己的路往宽了走，从流量明星慢慢往实力派演员上靠。你看那些能在圈里站得稳的演员，哪个不是靠硬作品说话？就像胡歌，从《仙剑》里的李逍遥到《琅琊榜》里的梅长苏，每个角色都让人记一辈子。他的代表作换了又换，每次换都是一次成长。肖战现在做的，估计也是这意思。当然了，肯定有人瞎猜，是不是他跟杨紫闹掰了？这可就想太多了。演员合作完各忙各的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俩人也没说过啥不合的话，咱可别瞎转。其实啊，娱乐圈里演员换代表作挺常见的。就说赵丽颖，早期代表作里还有《杉杉来了》这种偶像剧，后来《花千骨》《知否》一出来，那些早期作品慢慢就从简介里消失了。不是说以前的不好，而是演员在长大，得用更牛的作品证明自己。肖战现在也一样，从团体成员到独立演员，从流量到实力派，一步一步走得挺扎实。这次改名换代表作，就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新起点。以后提起肖战，可能不只是魏无羡，还有肖春生、沧海这些角色。最后想说的是，咱作为观众，其实不用太纠结这些表面功夫。演员嘛，最终还得靠作品说话。不管他叫啥名，代表作里有啥，只要能拍出好剧，不就行了？